嗨，我是医务社公司安德鲁。大家有没有想过，医疗决策是由谁决定呢？你希望医疗决策是由你自己还是你的家人来决定？今天我们要花一点时间来谈有关于医疗决策的部分。大致可以分为3个部分。第一个部分是何时可以自己决定。一般来说，医疗决策通常可以由病人自己来决定。例如，如果需要进行手术，我们要开刀还是不开刀呢？这个病人可以自己来决定。如果要开刀，要用什么方式来开刀？用传统的手术方式呢，或者是用腹腔镜，还是要用达文西手背进行手术？你可以征询你的医师，他擅长哪一种开刀的方式进行开刀。不同的手术方法有什么利弊得失？多久能复原？你可以在医师充分说明之后，或者征询第二意见，自己再进行决定是否要开刀，还是选择不开刀。如果开刀，要用哪一种方式进行开刀？这是一个医疗上面的决策，你自己可以决定自己要用什么方式，要用多少钱来进行这个手术，只要是付得起的，自己都可以做决定。第二，何时自己无法决定自己的决策呢？通常我们谈到医疗决策的部分，什么人是没有办法进行医疗决策呢？在医院里面，大致上可以分为下面几个状况。通常我们用法律的层次来看，第一个是未成年人，没有达到成年的年纪，对于重大的决定都需要由法定代理人作为签署背书。第二个是被宣告禁治产。这是一个过时的说法，用现在法律上的术语来说，是被辅助宣告或监护宣告的人，他的医疗决策需要由辅助人或者是监护人进行签署同意才算数哦。第三是病人昏迷的时候无法自行表达意愿，这个时候必须要签同意书。同意书谁可以签呢？这个是有解释令的。紧急情况下，相关的关系人都可以签署医疗的同意书。但是牵涉生命权的决定，这个时候就需要由最近亲属或是法定代理人或者是医疗委任人进行意思表示。除此之外，在临床上面还有另外一个选项叫做其他。其他是指我们在临床上常被医生扣到诊间，医生说他没有办法为这个病人开刀，因为他没有办法决定他自己是不是能签署这份文件。通常这样子的病人，可能他患有的一个精神疾患，或者是病人的智力上面有些问题，可能他是心智障碍的朋友，所以医师担心不让病人自己做意思表示，签署医疗决策的同意书。在法律上这个部分是有点争议的，那有一点站不住脚，因为只要是成年人，他没有被监护宣告或者是辅助宣告之外，他都是具有一定的行为能力的人。这个是在法律上实务见解跟医疗上的临床见解是不相同的。通常我们还是会告知医师，医生会觉得很为难。为什么医师会觉得很为难呢？因为医师其实是怕被其他家属告。例如有些家属会这样子说，医生，你自己受过医学教育，有医学常识，
难道你不知道他是心智障碍吗？你还让他自己决定他要开刀，怎么可以这样子做嘞？怎么可以做这个决定呢？遇到这个状况，医师就会很为难，医生会被家属告。第三个部分，核准文件确保自己意愿。如果我们自己的医疗决策不想被其他人左右，或是自己的主张没有办法表达的时候，家人或最近亲属做了一个不是自己想要的决定，那是有以下2个方法，在法律上可以做一个确保，是一个确保而已哦，不是一个保证，一定会照你的意愿走。这个确保是有2份法律文件，第一份是所谓的 DNR， 就是在生命不可逆的情况下，如果医疗无法将自己的疾病治疗好，但是也无法恢复到正常的生活水准，医院的治疗只会拖延自己死亡的时间。到时候如果有 DNR 的签署，就可以让我们在生命不再经历医疗系统的急救过程，比如说压胸、电击、给升压剂、插管等等医疗紧急措施，让我们可以平平安安的离开这个世界。第2份文件是所谓的 ACP， 病人在意识清楚下，经过医院的医疗咨商过程当中，决定当病人在病主法的临床条件下发生的时候，医疗人员与家属尊重我自己的医疗想法，停止某些的医疗的措施，减轻我生命当中的痛苦，顺其自然的离开世界。虽然在法律上，法律给我们自主的决定权，也给相关人有决定我们医疗的决策权。无论你签署了 DNR 或者是 ACP， 都无法100%的保证能够依照我们自己的意识进行，特别是有那种天边孝子回来的时候搞不清楚状况，一直在乱，一下这样一下那样，那会增加我们自己的痛苦。如果遇到这样的状况，想要善终，那就要在我们生命最尾端的时候，避免有家属或亲人朋友来乱。请你务必在你清醒的时候，告诉周遭你所有的家人、朋友和自己的想法，特别是有什么急救的状况下，你的想法是什么？不要把自己的想法放在自己的心里。医护人员没有读心术，无法去了解你心里在想什么，你要什么。至于紧急的关头之下，一个不是你要的答案，造成彼此的伤害。我是医务社工师安德鲁，我们下一次见。